周二，美国试射一枚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此前因俄乌冲突以及佩洛西窜台，美曾2次推迟民兵3的发射计划。值得注意的是，民兵3属于陆基核武，但其服役已经超过50年，已经大大落后其他核武大国的同类导弹。美方已经拨款计划在2029年用下一代哨兵导弹将其替换。此外，为了维护地区霸权，美国近日在印太大搞演习，其中美日韩联合反导演习是5年来首次举行。对此，朝鲜试射2枚导弹进行回应。周二，美军从加利福尼亚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试射一枚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未携带弹头，搭载了3个独立的载入飞行器。这枚民兵3在飞行约6759公里后，落入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的一个美国军事测试靶场。范登堡空军基地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试验旨在验证武器系统的安全性、精确度、有效性和准备状态。试射成功证明了美国的核力量准备就绪，同时为美国的核威慑力提供信心。美军方还表示，这次试射是几年前就已经安排的例行试射。民兵3属于美国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约12500公里，是美国海陆空3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军现役的主要陆基战略弹道导弹，隶属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主要被设计来投送核弹头。负责管理的美国空军现在大约有450枚该型号导弹，分别保存在蒙大拿州马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北达科他州米诺特空军基地和怀俄明州沃伦空军基地。美国军方呢一直是迫切的希望去验证，你比如说对关岛的反导实力的提升啊，因为我们说他也在关岛去部署萨德这些，那么这些验证呢，当然需要民兵的这个试射。美国曾2次推迟民兵3导弹试射，第一次推迟是今年4月1号宣布的。当时美国军方宣称，由于俄乌冲突恶化，为避免刺激局势，因此决定推迟试射。但有共和党议员批评称，此举显示拜登政府没有在俄罗斯的威胁面前展现出力量。虽然取消民兵3试射，但在同月，美军试射了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第2次推迟是在8月4号，当时美军拒绝透露具体延迟的原因，但舆论认为，由于8月2号美国众议长佩洛西率团窜台，台海局势急剧升温，美方因而决定推迟民兵3试射。当天，美国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表示，让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产品，服役已经长达52年。期间虽然进行过多次升级和延寿，但其性能比其他核大国的同类型导弹落后。《华尔街日报》早前曝光称，美军通常每年都会进行几次民兵3试射，以评估其可靠性。目前，美军正在测试代号为哨兵的新一代洲际弹道导弹，计划从2029年开始取代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相较于只能装载1个弹头的民兵3，哨兵可携带3个以上的核弹头，并且在制导方式上也会有改进。但今年上半年进行的最近一次测试中，哨兵的载具米诺陶2型运载火箭仅飞行11秒就发生爆炸。而俄罗斯在今年4月成功试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该导弹最远射程可以达到18000公里，从俄罗斯到美国只需要10几分钟，并且可以搭载10个以上的分导弹头，其突防能力远远高于美国下一代哨兵弹道导弹。除了准备升级陆基核威慑，美国还计划在水下用哥伦比亚级战略导弹核潜艇取代现在的俄亥俄级战略导弹核潜艇，空中用新型的 B-21隐形战略轰炸机替代现在的 B-2隐形轰炸机。分析指出，美国不断升级核武库，极大增加误判风险。尽管美不断将中俄两国当作挡箭牌，但实际上美国才是将全球拉入核阴云之下的罪魁祸首，将大幅提升爆发核战争的风险。美国一直希望通过这种相关领域的这个发展啊，形成一种对其他国家不对称的优势。这样的话呢，来进而去让美国的这些就是在国际社会上面不合理的一些要求，通过核讹诈的方式最终来实现。那么，只不过我们说，对于周边的国家来讲，那么美国在他自己这个导弹试射上面这种所谓双标，那么我觉得外界还是要对他进行正常的、应该的这种在国际社会上的揭露和指责的。而且我们说，对于美国来讲，那么你自己觉得自己的试射那是合理合法的，那么其他国家的试射当然也是一样合理合法。值得注意的是，美军近期强化在印太区域的部署。此前跟随佩洛西前往日本方向的里根号航母，上周六再次从日本方向南下。
隶属第7舰队的里根号是美国海军唯一前沿部署的航母，母港在日本横须贺。过去70多年来，第7舰队一直在印太地区保持前沿存在。此外，美军还提出第3舰队前移战略，意在西太平洋上逐渐形成双舰队部署趋势，达到第3舰队和第7舰队相互补充的作用。刚刚结束环太巡演的林肯号航母就属于第3舰队。美国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日前在记者会上透露，美军将在未来几周内派出军舰与飞机在台湾海峡搞所谓的标准海空通过。分析认为，美军仍对台海虎视眈眈。但据美国智库机构华盛顿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最近的兵棋推演结果显示，美军在台海已无优势。这项兵棋推演结合了很多美国的军事专家以及退役军官，假设美国大规模出兵台海，在目前已完成的22轮推演中，有18轮结果为美方损失超过500架战机、20多艘水面舰艇和2艘航空母舰。美国现在呢，在这个区域，为了维持自己的军事存在，为了去跟这个区域的大国去进行所谓大国竞争，它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底线了。包括我们说，你看它对日本军国主义这种放任，包括我们说对这个很多的国家的这个人为的这种拉偏架的行动，那么甚至是在有一些这个相关的地区去人为制造矛盾，那么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在这个区域他自身的实力在下降。值得警惕的是，美国为继续维持其在亚太的所谓主导地位，继续拉帮结派，试图形成以美国为首的小圈子，打造亚太版北约。周二，韩美两国军队开始了为期4天的危机管理演习，为下半年以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做准备。该演习是每年例行的防御性演习。同时，美日韩3国还刚刚完成了一次弹道导弹防御演习。训练中，3国共出动4艘宙斯盾舰，使用雷达捕捉发射的导弹。日美韩共享了高度和速度等情报，还开展了拦截方式的模拟。这是5年以来韩国第一次参加美日反导演习，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同时也参加了该演习。那么县政府呢，从这个竞选时代开始，就不断的表述要跟美国站在一起，要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要有各种各样的亲美的态度。那么，而且我们说韩国国内的财阀也好，包括他的韩国军队的一些人，也试图通过跟美军的这种越来越紧密的协调，来给自己攫取政治经济的相关的利益。这个我觉得是他的这个国家大战略层面的这样一种选择。其次呢，从军事角度来讲，它是实际上一个反导的演习。韩国认为自己受到很严重的导弹的威胁。韩国方面现在发现了一点，就是第一，像萨德这样的装备是不防韩国的，它的主要防御的对象是驻韩美军。我们说韩国还是要搞自己的反导系统。那么这个反导系统，韩国搞出来之后，会发现关键不是在于导弹，不是在于雷达，而是在于美国的这种，比如说天基的导弹预警系统。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有记者就该演习的提问表示，关于这次军演针对的是谁，最好去向美方了解。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扰乱地区安全局势。韩国军方人士周三证实，探测到朝鲜方面当天凌晨在平安南道温泉郡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了2枚巡航导弹。韩国政府内部有意见认为，朝鲜此举是针对韩军近期多次与美军联合演习的回应。